太太，对面日本先生过来了。冒昧打扰了。太太，这位就是上次给咱们送饭团的小野先生。是寿司。哦，对，是寿司。小野先生有事？我刚刚在家的对面听到了悠扬的丝弦声和清丽委婉的无语暖浓的唱腔，十分惊艳，情不得已的就被吸引了过来，属实冒昧，还望见谅。王妈，帮这位小野先生沏杯茶来。好，我这就去。小野先生，请坐。小野先生也喜欢平淡。酷爱，10几年前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只可惜棋艺不佳。先生学的哪派？语调。先生也学的语调啊。是的，所以刚刚听到您弹唱，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您弹唱的语调，既是语调，却与不同普通的语调多了些高亢，所以特来请教。原来是张雨泉先生的弟子，那真是久仰了。实不相瞒，民国13年的时候，我本想专门拜访他老先生，可是他与光宇社不和，南游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他的亲传，属实荣幸。都在这儿了。对，2天垃圾都在这儿。辛苦了。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来干什么？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2句，没别的。就说了点平台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小野次郎，大阪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你都查过了？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那他也是个特务喽。反正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那可不行啊！为什么？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的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的。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哎呀，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啊，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有味儿吗？行了，我去烧水吧，你洗洗。哦。
最近周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听说了。周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办培训班的那些方法。1932年，10几年了，太老了。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你重新来编撰吧。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特工培训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听他一家之言，否则未来的人才又何谈进步？这是大本营参谋部发下的最新情报工作准则，你拿去请人翻译参考。这是内部资料，绝对机密，切记不许带出去有时候。连长，这个日本人让顾一中来编写这个培训班的教材，你知道吧？我知道，顾一中算个屁呀！他那点东西还不是以前上课我教的。近藤这个命令啊下的蹊跷，而且我听说啊，这个培训班的主任教员也是顾一中哎，小鬼子就一味的批判这个顾一中，早晚这个站长也让他当。哎，站长，防人之心不够啊！我跟你说，哎，你死鸭子，好了吧？极品，你的手艺没丢啊！哎，忘不掉哎！哎，站长，我得谢谢你哦，要不是你，哎，我还在擦背哎。这也是你的努力，你好好干。哎，站长，进。哎，顾副站长，哟，站长，您忙呢？我啊，这腰的老毛病犯了。张队长啊，手艺不错，我就让他帮我推一下啊。哎，改天啊，你要是身上哪不舒服，让张队长帮你弄弄。哎，站长，我去走。哈哈，到时候帮忙啊。来，坐。来，怎么样？有事找我啊？啊，这样，这新的一届特工训练班马上就要开班了，这近藤阁下的意思，让你当这个主任教员，对不对？我听说了，实至名归。哎，一中才识浅薄，还是得让站长来当这个主任吧。哎，不合适，不是，你做是最合适的。我呀，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个是腰的老毛病犯了，二是血压高。我太太说呀，给我找了个中医，在家里要好好养一养。所以呢，90号的事情呢，顶多累一点。你不用担心，你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把以前我教你的学问毫无保留教给学生，可以了，是吧？哎，突然想起个事情，今天啊，他们从上海给我带了巧克力。这个不是一般巧克力啊，日本的明治牌巧克力。哦，李先生总共才拿了4块，他留了2块，给了我2块。
我以前吃过，味道非常好，我送给你。哎，不用不用，你拿着。这怎么好意思呢？你尝尝。谢谢站长啊。没事。一中啊，接下来你要给学员讲课啊，要是有什么知识上的盲点呢，你随时请教，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哎呦，那真的是太谢谢站长了。应该的啊。之后还希望您作为这个客座教授，也给大伙儿啊上课啊。行。那苏州点心你在船上就吃了它，别到了日本再吃，怕坏了。知道，这里面有药，知道吧？拉肚子的话可以自己拿来吃哈。那箱子太空了，再往里多放点。该带的衣服都带差不多了，小貂皮在这里，天凉了记得拿出来穿。来，把这和服也装上。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他穿和服吗？回来中国就别穿，在日本不一样，天天穿着，这样日本人就对你放松警惕了。懂了。你别这么教育儿子了，自己当了半辈子特务了，你还让他子承父业啊？儿子，以后别再写密码信了，再有什么委屈你就直接打电报回来，有事在电报里说，看那帮东洋小鬼子还能拿你怎么样？还有这个，来，把这2本书也拿着，塞满了，能放。我给你放在这里了啊，这个盒子下面。先生，下课找来个来。哦，你让他去书房等我。文超啊，就2张照片，你帮我发现一下有什么异样吗？这2张照片里的人的背影很像。对。第一，这2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第二，我怀疑他就是最近闺中连续街头2次的那个人。哦，这次他们是露出马脚了，所以我需要你回到上海，帮我秘密调查他是谁。没问题。柯老师，单凭这2个背影有点难了。你再仔细看。华夏，聪明。华夏画报。对，这个背影的人，我怀疑他就在这个华夏报社工作。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调查这个报社里的每个人。你翻到最后1页，是他们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要对上面每一个人都进行排查，还有，调查过程中，只用自己的人，不用76号的。我怀疑76号被渗透了，可能跟万里浪有关。李先生最近也在密查他。这事交给我，您放心。按照共党以往的习惯，这个跟顾一中单线联系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上级了。如果他能在画报社工作，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那他在党内的级别可能会很高。我们一定要。明白，老师。上海76号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哦，我正想跟您汇报呢。前几天跟东部队的老熟人一起吃料理，说日本人最近在苏州有大动作，准备一个叫5计划行动。计划内容是什么？这个暂时还不清楚。好，你密切注意。好的。文超啊，听说爷的身体最近不好。是的，老师，腹水胀得厉害，这次调去上海总部工作半年，都没来得及回去看他。这样吧，这次回去先看爷爷，再去报社。以前听静海说，你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是的，老师。这里有一点我的心意，你给爷爷买只参，
老三，这死不得。拿着。谢谢老四，我明天就回上海。顾一中这个上线，他肯定跑不脱。好。海默，我们前厅那组花瓶还在不在？你忘了？去年那当铺给当了呀，说是要还上海的一笔账。哎，我给忘了。怎么了？又缺钱了？没有，刚刚表哥从李庄写信过来，说202位先生生活困难，林先生肺病发作，连买药钱都没有了。我想着先凑点钱给他们寄过去应急用。这几年家里能当的都给当了，唉，哪有你这样的，天天往90号那些特务流氓身上贴钱。把这个方鼎当了吧，你觉得怎么样？这不是你们家祖传的方鼎吗？当年老先生宝贝的，当不得。但咱们有钱了，把它赎回来不就完了吗？回回都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能赎回来？你记得啊，千万别去关田街那一家啊。知道了，那家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中国人的宝贝不能便宜了他们。我去王泽民家开的那家吧，让他们知道雇员日子艰难。我们家不像是从外头拿津贴的那种。鞠躬。再见。起。向左转。上车。记得给家里写信。好好照顾自己啊。再见。一中，给我吧。これはご苦労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また失礼します。お茶でも今度だ。刚才那位就是小野。嗯。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也有来往？是日军司令部的车。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那倒不一定。自从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那说明这个特务特别老牌。他送咱们寿司，回头啊，你准备点糕点给他们送过去。你这是要我去他们家干特务？方便见新一期的样刊。好，小李，放着吧。哎，好嘞。
海默，海默，哎呦，怎么了？这顶怎么还在这儿啊？我凑了一凑，觉得钱还够，就没有卖了。等等，这钱哪来的？哎，镯子呢？当了。海默，别这么看着我，我乐意的。哦，居上还等我洗澡呢，先走了。大丸百货的小顾经理来电话了，说新进了一批洋装，款式跟巴黎的差不多。顾太太，明天一起去逛逛。周太太，我可不敢，就一周那点薪水啊，置办不起。顾太太，顾源的家底在苏州是有名的厚啊，据说光是在东山就有几百亩的水田呀。王知识你是不知道啊，早些年老爷子都捐给女中了。这顾源啊，就是一个空壳儿，再这么配下去，我又得去书场说书了。那不能，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我手头还有些贴纸，借给你啊。拜托，都是1分5的利，放你这儿，你说1分好了。谢谢周太太。哎，海默啊，你们怎么不生个孩子呀？对呀，结婚都2年了，没动静。我看你这屁股的样子，也不像怀不上的。难道是顾先生不行？不会吧？要不要我介绍你一位东洋的西医瞧瞧？是我在京都留学的同学，给陈院长的太太瞧过病，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这些事情啊，我跟义中是顺其自然。周太太，明天我是真不行，你让站长陪你去逛大丸好了。让他陪我逛街，你做梦吧！他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有抓共的，苏州抓不够，还要抓到上海去。啊，站长是要高升到总部去啊？不是，前天还专门把谢门朝从上海叫来，我的人在书房里嘀咕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临了还打上我的华夏画报。他们这些干特务的可真有意思，这画报里头能有啥公道？他不会是看上画报女郎了吧？周太太，你可要当心啊！他不敢。自从有了新温，后来运气太好了，好手气呀！哎呦，累死我了！干嘛去了？打了一天麻将，哎呀，来吧，喝口水。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是我不行呗？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不好意思啊，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2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什么任务啊？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2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干什么？干什么我哪知道？
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临了了带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哦。哇。小野先生，这是内人亲手做的枣花糕。哇，太客气了。还有这是生春羊的腌腊，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吃得惯，吃得惯，谢谢。应该的。走。美穂ちゃん、そっちで遊んでなさい。嗨嗨。君生，去跟姐姐们玩。来。谢谢。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进出口贸易。哦，如果顾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讲。尤其是在那些匮缺的物资上。谢谢。其实也没有。小野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大米。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顾先生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啊，现在不是时兴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治委员会以来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天天涨价。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先谢谢小野先生。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海默，见笑了。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啊，谢谢。不客气，谢谢。谢谢。快讲。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不知我可否有幸能拜顾太太为师？拜我为师？当治疗师，只让他听到顾太太唱评弹，去掉王庄引人入胜，回家后一直赞不绝口，一味天然。见笑了，内子也只是略懂一二。老师我是不敢当，如果小野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到顾园来。太好了。海默，我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这些个香皂，苏州市面上根本就没货了。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我教他评弹呢，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接触方式。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你是早就盘算好了？你去拜访小野，难道真是有邻里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你就是总瞧不起人，跟那些太太一个德行。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
我是没萧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行。老师，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佐聪，2年前到达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里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保。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连他名字没搞明白。此人叫黄秋收，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共过事。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2科。但1932年他去了日本，我没听说他回来过。我突然想起来，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共档案，里面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办个杂志，懂建筑。那老师应该就是他。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那就是2人一起做机关。日军又从上海登部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来补充小林师团。新四军的领导致电江苏省委，在3起清枪之后，苏长泰地区的敌伪皖非常猖狂。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快点回来！哎，不，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困难，江苏省委领导决定分散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只留少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老黄啊，你也在这次的撤离名单当中。黄秋收，单身独居，不婚不酒，上班住处2点一线，够谨慎了。他住的地方是个写字间，那里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而且前后门都通着，适合逃跑。从这一点看，他是个职业特工无疑了。你尽快把手上的所有关系整理出来，移交给这位秦同志。那好，但是我需要特别和苏州的关系交代一下，他比较信任我。可以，争取在2天之内交接完毕。今天有2条尾巴跟着我，郭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画报。华夏画报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具体的撤离的时间和路线，会由交通员宝庆同志通知你。这什么呀？哦，我的人跟着他，发现他在一条巷弄当中藏了一个烟盒，怕里面有情报，就给取了回来。可是我仔细查过，什么也没有，也不像密写过的。你们啊，还是太浅。这是人家的烟雾弹，你们暴露了。那完了，把这个姓黄的拿下。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我马上打电话去上海找万里浪，让他76号帮忙。
你这样，你也去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顾玉松当面对质。是。一中。文长兄，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你这是？哦，我回昆山看爷爷，顺路给老师带2筐大闸蟹。你要吗？哎，不用了，您是太客气了，不用。您先忙吧。好。慢走啊。火车站，出发。是家有文具店吗？转告员外，他已暴露，马上撤离。我是顾州。烧菜呢？哎，喂，我是万里浪。马修，情况怎么样？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好，谢文朝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谢文朝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儿？万修，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好，就这么定了。好，感谢啊。里面请。抓他！放开！好，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多晚我都等。叫张队长到我办公室。周站长
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知飞周站长，你不会把他给忘了吧？让他上车，回去走。快，进去。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3个小组，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一队进去抓人。不叫抓人，叫请。哈，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请。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5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再去请人，那时候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对后面的工作好开展。我呀，要养养精神。好的，有什么事我让他们教你啊。顾站长，怎么了？张队长，出什么事了？紧接公司，什么公事不能等天亮啦？1个月也就100来块薪水，有这么使唤人的？行，我跟你走。哎，总得让人换身衣服再走吧。现在人在哪里？在审讯室，老师。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学生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实在是对不住了。死了几个弟兄？一个是被枪误伤的。站长，贵重请来了。你现在把他请来，有个屁用！哎，西门超，你朝我发什么火啊？站长，什么事啊？姓黄的死了。本来是想让冯秋寿指认顾一中，因为我的失职。老师，那现在怎么能让一个死人指认顾一中呢？黄秋收指认不了顾一中，我们可以让顾一中指认黄秋收。认个死人。
站长，认识他吗？不认识。上海华夏画报建筑版的责任编辑黄祖冲，真名叫黄秋收，中共江苏省高级特工，是个好手。可惜了，一场车祸就这么死了。你真的不认识？不认识。我认识。我跟黄秋收认识时间很长了。当时我在中央特科，我的办公室跟他是两个隔壁，我到今天都忘不了。他爱吃面，自己做手擀面。我人生中第一碗手擀面，还是他做给我的。他对同事好，性格好，真诚善良，待人温润如玉。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这个黄祖冲确实值得敬佩。虽然大家阵营不一样，确实是个好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回到了苏州，发展他的下线。他有个下线叫孤州，我直觉这个孤州就是你。站长，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我是有根据的。第一，你们俩都是学建筑的；第二，都放过羊；第三，你一直在订华夏画报。站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华夏画报每期的销售量是25000册，90号特工站也不只有我一人订阅。还有，我记得您太太在家也订有一份呢。哦，你在调查我啊？没关系，那我回家也查一查我太太。那个下线不是你吗？真不是。哎，你帮我辨认一下他这个伤口，来，看是不是大动脉失血过多死。怎么样？站长，这方面我还真不了解。这样，我没问题了。哦，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要哪天想了解黄秋收的事情，你也可以问我。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我没兴趣。好，再见了，孤舟先生。你盯着他看，你会难过吗？我不难过啊。你为什么不难过？我又不认得他。你这个眼神，刚才顾一中跟你一模一样的，怎么做到的？
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船歌从耳边经过。没有炮火的战斗，也会模糊了血肉，在狼烟中逆流，在镣铐中先走，没有回头。你是在找这个吧？曾心情不被发亮，还是被乌云遮挡，都说英雄淋雨战场，我的战场就是伪装，小里藏着欲盖弥彰，狐狸夹着尾巴说谎，而我在黑夜里乘着风低声吟唱。我也想追逐太阳，向着光，肆意生长，肆意的绽放。层层伪装，怕有一天忘记自己的模样。每条路都面临着迷惘，而我选择坚守信仰。心中无限何惧，黑夜漫长，等待着胜利的曙光。还是卢吗？是，让先生失望了。但知非知道，黄秋收安插在90号的内线，代号叫孤舟这个人，我有十足把握，一定是顾一舟。给我点时间，我把他给办了。千万不要！你知不知道近藤最近跟他顾一中走得很近？知道。如果他真的就是孤舟，那说明什么？日本人也在想出路。长大到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志飞啊，我这次下来苏州，其实是想探一探罗这个人的底。你说罗武强武计划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哎，日本司令部啊，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见鬼了。之前我能约出来的那几个军医、翻译，最近怎么约都不出来，连慰安所他们也不去了。不奇怪，时局不同了吧？您的意思是，武计划和罗武强有关？有这个可能。是，我还听说啊，因为这个罗武强底下有8000人、8000条枪，听说周佛海最近在拉拢他，希望他能加入税警。
有这事吗？税警，你见过他们的装备的，全套的德式装备，中央军都比不过。卢33师了不得呀，他周福海动的念头是对的，他能了，咱们能不能？那当然，王主席一直是支持您的。将来到底谁能赢，说不好。谁有实力，谁能够将军拿在手里，就能够让我们将来也能够坐在桌子上。李先生，真是高瞻远瞩。孤舟是谁不重要，就让他像个钉子一样扎在那里，没准什么时候咱们也有东西需要挂上去。懂了。玉清怎么样？是我们家玉清吗？还能有谁？嗨，挺好的，过日子嘛。过日子是大能耐，嗨，能把日子过好不容易啊。那谁不行？你嫂子最近就闹得我鸡飞狗跳的啊。嗨，对了，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绿珠？你见过的？昆曲界那个朋友对吧？嫂子是因为这个闹吗？南京是待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哪儿能有他安身的角落。到苏州来，让绿珠小姐来苏州，我安排。来苏州？我怎么没想过呢？这边风景、气候、逛街都很方便，我来安排就行。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我来。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你不懂，这个女的呀是个大麻烦来的。为什么？当初李先生把她安置在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张大宝来照顾她，2个月不到，张大宝被枪毙了。后来又给她安置到南京，又怀疑和江苏区的副区长谢长乐私通，谢长乐被乱枪打死。哎呦，那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差事咱不能碰。菩萨的事情，我敢不办吗？哎呀，找个由头嘛。什么由头？你把这个烫手的差事交给顾一中去办。顾一中怎么说？你粗手粗脚的，又不会照顾女人喽。但是顾一中不一样。上次我在上海文化委员会的酒会上发现了，那些小姐们全都围着他转的。那你把绿珠交给顾一中去照顾，如果照顾好了，是你周到；那如果绿珠也对顾一中动手动脚的，那就借李先生的手，把顾一中也乱枪打死。哇，最毒妇人心呐！那你说我是跟谁学的？哇，只有我能镇得住你，你太可怕了！一中，哎，在呢。周站长，没事，走。哎，我没什么事，进来看看。哎呀，这个办公室我都没怎么进来过。这是之前黄兴寨的办公室啊，知道。哎，现在可以啊，
之前啊，中不中西不西的，特别难看。哼，忙着呢，这是台灯啊，不是模型。哎，对，这是一个建筑模型啊，挺好。再装个灯泡，哎，一拉台灯也可以。哎呦喂，这黄铜的，这是好家伙！要不坐下喝杯茶吧？啊不，你先忙，我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周站长，您找我有事吧？坐呗。好，那你坐。易壮，你看你办公室还缺一些什么家具啊，或者点缀啊，你跟我说一声，写个申请，我来批。现在挺好的，是挺好。您有事儿？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说那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什么事儿啊？李先生那事。朱站长，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哎，误会，那都是76号的人干的。我后来知道了以后，我非常生气，我打电话给万里郎，我说同志之间你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信任。那这故园对面的馄饨铺子也是76号的？有没有可能？你觉得这有可能也是他们？易壮，李先生呢是咱们的上级啊，他的事情咱们得多帮忙，你说呢？绿珠的事儿，算易中无能为力了。易中，这个忙啊，就只能你帮我。你跟绿珠小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跟她有年龄上差距太大了。再说了，我那个老婆，你可能不了解，她是河东狮子。我晚上回去晚了，她都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万一……周站长，我特别理解你。我们家海默也不是省油的灯。海默好，那全站谁不知道？他贤惠、通情达理。哎，你看这个，我一个杭州的朋友啊，给我带来的今年的杭州龙井，你拿去喝啊。来，我给你沏上。哎，有啊，行。就算我答应了，李先生那边，你放心，他好几次打电话跟我提到你，说非常欣赏你，希望我呀多多提拔你。我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跟他先建立一个提前的联系，你说呢？对不对？哎呀，谢谢啊！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感谢，就这么定了。茶叶你记得喝啊，对，还有馄饨店那个摊儿，我赶紧让张队长撤了。那你的安全我就不管了啊，你自己照顾好啊。那个，记得喝那茶。你就是顾一中。绿珠小姐你好，是周站长让我过来陪你。从大丸百货放弃。
玉珠小姐，你看给您放这行吗？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真是站长交代你来陪我的。啊，讨厌姓周的，滑头。哎，逛了一天累死我了，这腿都没感觉了。听不明白话，快来帮我揉揉啊！不是，我这笨手笨脚的哪干来这样的事？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我这就去给你请一个苏州盲人按摩，非常有名的，您看如何？盲人啊，那盲人他除了按摩还懂啥呀？你站住！跑什么呀？怕我吃了你？请自重。讨厌你这种的。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去请一个正骨的师傅，杨铁拐，苏州顶有名的。算了算了，除了瞎子就是拐子。我让你打算怎么打发我呀？周站长说，您对苏州园林感兴趣，要不带您逛逛狮子林、留园，您看如何？还嫌我腿不够粗啊？听听评弹也是可以的。土不土啊？那苏绣，这苏绣啊，将传统刺绣排比集镇密接习剑的方法。你还真什么都懂啊！哎，苏州人嘛。姓周的倒是会省事儿，先生交给他的任务，甩手就扔给你了。我们站长公务繁忙。破站长，搞得比什么部长、院长还要忙。算了，7点来接我吧。啊，我现在要先睡会儿，养点神。晚上我要去跳舞场玩。哦。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累成这样？你们女人可真能走啊！真陪他过马路了。这新买的茶具啊？是那个日本人小野送的，说是不能白雪平摊，我又不好意思收他的钱，左右不是，就送了这套茶具。对面混蛋摊撤了吗？今天你一出门就撤了。这姓周的不监视你了？哎，还不是陪绿珠小姐换回来的。你倒好，两头合适。啊？喂，顾一中在吗？哦，你找顾一中啊？你哪位？你又是哪位啊？我是顾太太。谁啊？原来你陪的就是这位大小姐啊，脾气还真不小。我是没所谓的，就是顾先生，你可别生出对不起人的事儿。哎呦，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我这晚上还得陪人去跳舞呢。哎，啊。
出来呀，你舞跳的真不错啊！你舞跳的不错。我在纽约的时候学过点儿，跳的不好。那这种地方你常来啦？偶尔，主要是应酬。今儿也是应酬。你说什么？听不见。干杯！何否请小姐赏光？给我倒酒。哎，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嚷嚷什么呀？你谁啊？你敢？我见小姐舞跳的不错，想请小姐跳支舞。给我倒酒。我今儿累了，不想跳了。大佐要你跳舞是给你面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走吧。先生，这位先生，我朋友喝多了，还请您见谅。你什么东西？滚开！これは伊藤君ではないか。小野君。夏野先生，你们有误会？我这位朋友喝多了，得他先回去了。我不走，我也没喝多，他们先找麻烦的。バカ！我毙了你！先生，把枪放下。下ろして。落ち着いて。ね。伊藤君、もしこのことが小林師団長に知られたら、さぞかしお怒りになるだろうね。どうですか？ここは私の顔を立ててもらえないか。銃を下ろせ。小野君、失礼します。夏野先生，非常感谢。这里的军人喝多了，什么事情都能闹得出来。快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感谢。上楼喝一杯吧。太晚了，我先回去了。你是不想喝呢，还是不敢喝啊？绿洲小姐，你知道今天晚上那个日本人是什么人吗？他是什么人，和我有关系吗？日本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怕了？怕你可以不管我的呀。你们怕日本人，我可不怕。李先生说了，在中国这地界上，离了我们，他们是玩不转的。这种话在我都可千万别乱说。我就说，你别任性。我就任性。受人之托，众人之事，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那就让我去给日本人当舞女吗？地主小姐，你不想跟日本人跳舞，非常的理解你。我只是不想你给自己惹麻烦。拒绝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不是你去故意去激怒他。姓顾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我。长得人模狗样，还以为能有点骨气，没想到你跟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太太，这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
我在这儿等先生回来就好了。没事，我不困。先生，你可算回来了，太太都等了你快1宿了。不是都说了，以后都别等了，早点歇息就是了啊。王妈，莲子汤。哎，妈妈别拿了，太累了，都早点休息啊。王妈，你也去睡吧。哎，王妈，啊，少爷，今天怎么就一个菜啊？太太说你肠胃不好，吃不了荤的，只能吃点这清淡的。太太说的，一字不差。天天喝酒啊？我让王妈煮了一点莲子芡实汤。你这话里有话啊。哪敢？海默，我就看不惯你天天喝酒，就看不惯你天天跟那些南京、上海来的小姐太太们胡混，什么游乐场、跳舞厅的，什么混账地方都去。我这个太太虽然只是个摆设，但你好歹也有点尊重嘛，顾先生。君生，走，回房间去。周站长，哎，易中，周站长，你这姑奶奶我真是伺候不了了。易中，他怎么了你？买东西让我付钞啊！这再这么下去，我连公园都得变卖。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吧，花了多少钱，我给不就行了吗？3000。3000，老弟，他都买什么了？3000块钱？你要不亲自去问问他，看他这一天到晚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我可没骗。哎，我肯定相信你。3000，有点多啊。这样吧，给我几天，回头我把钱给你。我跟你说，委屈你了，但你听我一句，你把这个姑奶奶给我伺候好了。过几天李先生从外地一回来，你想想，女主肯定给他吹枕边风啊，一夸你的好，你想想，这李先生瞬间就觉得你就是自己人，回头你在事业上那不得平步青云呐？啊？哎，那就先谢过站长了。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弟弟，哥哥有什么好事，永远都得想着你啊。哎，那行，那你们先忙。哎，辛苦啊。我听说小野先生最近技艺大增，内子都快教不了了。顾太太太谦虚了。对了，我有位朋友，近日里要办生日宴会，他知道我会唱弹词，所以非要让我助兴。可是我这水平，所以我恳请顾太太同我一同前往，不知如何？小野先生，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跟你们日本军官走得太近，怕人误会。理解，理解。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信男阁下。